给你备了盒感冒药，到那边照顾好自己啊。转机的时候留一点时间，可别误了机。下飞机之后，你妈妈会派人去接你的。你的手机我已经给你开通了国际漫游，有什么急事儿，给我打电话。想得那么周到，这么迫不及待想把我赶走，这叫什么话？放寒假去法国看你妈妈，这不是早就商量好的事情吗？话说的好听，那你一早怎么不把我放走？哦，也有可能是我爷爷走了。有些人啊，觉得我在这很碍事儿了。我送你去机场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了。青青在吗？青青，哎，金瑞哥，我要去邮局取婚纱照，你要不要一起？走吧走吧，年纪轻轻的老闷在家，小就闷出病。走。这车买了也快10年了，差不多该换了。这还是车刚买来那会儿，小贝亲自挂上去的。金瑞哥，你给我讲讲乔贝玉小时候的事情吧。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记不清了。每次问起乔贝玉的事情，家里人总是回避我。除了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问谁了。你就说说嘛。小贝是在6岁那年，被爷爷奶奶抱回南郊村的。那么小的孩子离开父母，一定很害怕。我非常能够感同身受。可是他没有大哭大闹，就好像他知道那样做是没有用的。就连大人们也以为是小孩子适应能力强，但我却发现他总是在夜里偷偷躲起来哭。小贝，你怎么哭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给你看一个东西。小贝，这下心情好多了吧？跑哪去了？哎，出来了！快到我这儿扔了，扔了，准备好，扔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贝逐渐适应了南郊村的生活。但我知道，他心里还是希望可以和你们生活在一起。这个手长脚长的，肯定是将来适合搞体育。那可是，
贝，小贝，等等我，回家吧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开饭。奶奶还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排骨。那可不是做给我吃的，那是做给青雨和小雨吃的，我才不稀罕。那新衣服你稀不稀罕？小婶婶给你买了很多漂亮衣服、鞋子，还有新书包。乔欢要是看了，羡慕死了。你要是不稀罕的话，我就回去告诉小婶婶，让她通通送给乔欢了。你敢？小贝，你去求求小叔叔、小婶婶吧，让他们带你回顺云。小婶婶她最好讲话了，你去跟她多说说好话，他们肯定会答应你的。爷爷奶奶说了，如果让我去顺云的话，就要让青青替我留在南桥村。青青她还小，会哭的。可是你也想待在爸爸妈妈身边啊。没关系，我有哥哥呀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发誓，一定会好好保护小贝，绝对不让她受一点委屈。你出生不久，小贝就被抱回了南桥村。虽然你们相处的时间不长，但她总觉得自己是姐姐，应该疼你，保护你。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认识乔贝，他就走了。幸好在南桥村有你陪着他。金瑞哥，谢谢你。我是哥哥嘛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在车里等我，一会儿带你去附近逛逛。怎么样？一路上飞过来累不累？啊，还行。你妈妈经常提起你。哦，我叫关成宇，是你妈妈的好朋友，也是她的经纪人。这段时间呢，她正好在准备自己的音乐作品会，所以她一直会泡在工作室里。就在这儿。我第一次见到安娜的时候，她弹的也是这首曲子。那个时候她刚来法国不久，一边在餐厅上班，一边寻找机会，而我还是个大学没毕业的毛头小子呢。有一次，她在送餐间隙的时候，在法国火车站的公共钢琴上弹奏这首曲子，我刚巧路过。就算是完全不懂音乐的人，也会被她深深的吸引。不是因为那无懈可击的技巧，而是那种感染力。那是一种可以跨越种族、性别、语言的感染力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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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怎么样？飞机上累不累？啊，不累。蹿这么高了啊？都比我高了一个头。我在学校天天打篮球，蹿得很快。来，看看工作室，进来。怎么样？来一段？我就不献丑了。金瑞，你往左点儿。左点儿。好。哎呀，你再高点，你高点。哎，太高了，往下。
哎呀，静宇，你这儿又低了，你再高点，高点。好，好，好，行，挂上吧。哎呀，你爷爷奶奶也真是的，放着新房子不住，非要来老宅子里摆喜酒，搞得我还特地把金瑞的东西搬过来摆摆样子。金瑞哥，你也是南桥中学的，那你认不认识乔贝宇的同学啊？小贝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家静瑞都到环州上大学了，他哪认识小贝的同学呀？青青，快来帮我铺下床单。哎，你觉得哪个好看？还是那个看着喜庆，就那个。行，那就挂这个。燕芬，这回你可熬出头喽，以后等着享清福吧。我哪有享清福的命呀？等静瑞有了孩子，我还得到城里给他带小孩呢。那是当娘的，就是操不完的心。燕芬，教教我们怎么把儿子养的呀，像金瑞一样有出息。哎呀，我们家静瑞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费过心。他爷爷奶奶讲，我们静瑞就是来报恩的，还真是。叶芬，你要是这么说，那你可就是太谦虚了。谁不知道啊？你们乔家在村里那可是出了名的思想品德模范，这要搁以前，在村口都得立几个牌坊。还真是。要我说呀，还是你们乔家家风好，孩子才个顶个的有出息。哎，就是可惜了小贝了。燕飞，我想起来了，哎，上次咱们村那么热闹那次，是不是就是金瑞考上大学那次？还真是。是呀，是吧？那回我们家海生把村里那些鞭炮全买回来了，可热闹了，哎呦，全村人都过来了。我可记得那是咱们村里最热闹的一次。是吧？我给你倒上啊，客气客气啊。哎呀，老支书啊，你能来啊，这可有赏光了。今天要多喝几杯啊！哎呀，客气客气。来，喝啊！高兴了啊！专业本科学习。海生啊，你们两夫妻真是不简单啊！不仅仅为我们村培养了第一个重点大学的大学生，而且还是我们顺云县的高考状元。浩姐，哎，这可真为你们乔家长脸了，也为我们村长脸了。来，客气客气。快给我看看，我这从来没见过大学通知书长什么样。哎呀，原来是长这样。你小心点，你别弄脏了。我还没看够呢，这燕芬，你赶紧睡，赶紧。妈，我出去玩会儿。哎，来，老师傅，好，你们好，来，你自己点。行，那我点了啊。好。阿胜，一会儿出来打球啊！明胜去法国了，你忘了？法国，我也想出去玩。法国跟我们有时差吧？明胜这会儿说不定已经睡了。没睡。妈呀，明胜居然回我了！明胜，法国好玩吗？给我们讲讲呗。还行。
发错了。幼稚。你怎么不问我在法国过得好不好？那你过得好吗？哎，听得见吗？你听到我说话吗？喂喂喂，听得见吗？能听见，可是我没有麦，说不了话。哦，你不用说话，那你就听我说就行了。怎么样？我妈厉害吧？嗯。我这次见到我妈呢，我感觉她跟我印象中那个痛苦抑郁的样子完全不一样。可能离开家，离开我，对她来说是一件好事。反倒是我，在她离开的时候不知道有多痛苦，而且我爸每天忙着工作，也不管我。你说？我对他们而言，我是不是特别多余啊？你不是。谢谢啊。奶奶是不是记错了？没有啊，我不会记错的，是一个红色的皮箱子，那里边是我陪嫁的那个床单被罩，都是好东西，我要传给孙媳妇啊。你再好好找找，是不是这个？哎，对，对。哎呀，慢，小心！哎，慢，慢点，慢点，慢，好，好好撒手。啊！哎呦，哎呦！都是好东西。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。如果我失败了，这些文字就是我曾经来过的证明。我不是疯子，我叫秦文秋。妈，要不然我帮你吧。不用不用，哎呀，对呀，流程错了，得加盐。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其实你都不用坐着，你坐这儿我请上。我得帮你和馅儿啊。哎呀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待着，我给你做一顿你最爱吃的饺子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好不好？盐得加上，哎呦，不行，加水。妈，你这加太多了。多了啊，它和不开了。有办法，再加面。妈，你是怎么一个人活到现在的？我不活挺好吗？哎，老关，明胜，哎，快进来。
我刚好路过这个唐人街，给你打包了中餐。这不，中国春节快到了，还给你带了束花。谢谢。老万，你是不是会未卜先知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吃饭？我还不了解他呀。你妈妈的厨艺那可真是惊天地泣鬼神。有一回她想给我们做沙茶面，结果一桌的人全得了肠胃炎。哎，你行了啊！你说我坏话背着我说，别当着我面说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让她靠近厨房了。还说？行，音乐会还有一些准备工作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啊，对了，民生，晚上想吃什么给我打电话，千万别让她靠近厨房啊！快走快走，你忙着呢。别让她靠近厨房。你赶紧走，赶紧。拜拜拜拜。呀，身上有面粉。没事，好。抱歉。拜拜拜拜。哎。拆花。哇。咱还是得吃饺子啊！都忙活半天了，不能半途而废。不是半途而废，这叫不要浪费。你俩还串通一气了哈。雪花状。妈。哎。你跟我爸也分开这么久了，你也没有想过要重新开始啊？没有，我已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，不想再碰了，犯怵。医生。说实话，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。你会不会在心里记恨我？不会，这一切都是明秋心的错。我只想离开他，越快越好。青雨，快来帮把手。妈，你怎么买这么多啊？每年过年都这时候买呀。让你给他们换换水、吐泥，咱这晚上再把他们杀了。给我都多换。妈，你昨天大半夜爬起来干嘛？啊？我？没有啊。你有啊？你怎么不记着了呀？青青，青青，村里组织了假期托儿所，让我们几个读过大学的轮流带孩子。今天轮到我，你要是没事，就跟我一起去呗。哦，好啊。妈，那我跟俊瑞哥去了。啊。我在南桥村最好的朋友就是小贝。小贝那么的美丽，那么的聪明，舞跳得那么好，我把她当成我的学生，我的女儿。我们在南桥村相依为命，她跟我约定，以后她要去环州大剧院跳舞，要让我在台下给她鼓掌。有一天，小贝告诉了我一个秘密。他爱上了乔金瑞，小贝流产了。其实金瑞不是乔家的，为了继承老乔家的家业，大哥大嫂瞒着所有人，从孤儿院领养了金瑞。为了金瑞的身世不被揭穿，也为了保住乔家的声誉，他们将所有的脏水都泼在了小贝身上。小贝的父母
也闻讯赶回了南桥村。嫂子，我无论如何得见金瑞一面。如果今天见不到，那就下个礼拜等他回来；下个礼拜见不到，就下下个礼拜。反正我要见他一面，我总得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关金瑞什么事儿啊？再说了，他们俩可是堂兄妹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孩子是静瑞的？简直太荒唐了。那如果这个孩子不是金瑞的，为什么我就不能见见金瑞？我为什么就不能当面问问他呢？我闹到学校去，闹到外面去，对你、对咱们家、对金瑞、对谁有好处啊？我看你敢！我们家静瑞是高考状元，你十里八乡谁不说他有出息啊？就算是真有这种事儿，那也是你女儿勾搭我儿子。你胡说！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也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。行了，你们有完没完啊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小贝以为父母会跟他站在一起，但换来的只是母亲的一巴掌。小贝十分委屈，他不敢对父母说出真相，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可以依靠。我心疼他，我可怜的小贝。这个应该是静瑞哥给妈的钱，他每个月都会给。贝雨的事我也有责任，是我这个做哥哥的没能管好妹妹，才让她越走越偏。哎，金瑞哥，你也是南桥中学的？金瑞哥，你给我讲讲乔贝雨小时候的事情吧。这还是车刚买来那会儿，小贝亲自挂上去的。说我现在这样，静瑞他知道吗？我想静瑞是知道的，可他再也没有回过南桥村。村里关于小贝流产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。哎，燕芬，好几天都没见你了，来，吃点瓜子来，瓜子来，好，拿着，来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有人说你们家小贝呀，从环州艺校放寒假一回来就流产了。燕芬呐，你可要好好管管她。小贝，你干嘛去了？是不是又野去了？我没有。小贝也从来没解释过什么，就一个人独自承受着。谢谢奶奶。哎呦，哇，小雨，快快！谢谢奶奶。好，大家趁热吃啊。喝点酒吧。青青啊，你这2天天天都闷在屋里，不是吃饭，你就不下楼，这样可不行。马上过年了，家里来走亲戚的人越来越多。今天你张叔还问你呢。我在屋里写作业，他们我也不认识。别人问你那是好心，你高高兴兴的跟人家打个招呼，这是晚辈应该做的。又不是明天就开学，做作业着啥急啊？是啊，早晚都是得嫁人的。要我说呀，当初青青在顺一中读得好好的，转什么学呀？环州那种大城市，什么样子的人都有，
那小雨是男孩子，去那儿见见世面是好的。青青是女孩子，学坏了怎么办？大嫂，我们听说环州那边好像教学质量挺好的，就想着让青雨努努力，看看能不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。其实他平时就低头看书，别的事儿也不管，我不太担心。哟，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呀？别怪我说话直哈。现在女孩子那心思多着呢，那有些早熟的16、17就走上歪路了。你们真得留点心眼儿，小心青青在环州被人带坏了。哎，那乔贝雨从小在南桥村长大，他是被谁带坏的？我们乔家是出了名的家风好，我们两口子对小贝那都是掏心掏肺当亲女儿养的，那村里人都知道。要说被带坏，那10有8九是被江上媳妇儿带坏的。怎么又拐到我这儿来了？金瑞哥，大伯母说的是真的吗？乔贝雨被带坏跟你有没有关系啊？你金瑞哥哥，那个人品，你随便出去问一个人，挑不出半点毛病。就是，要是金瑞有问题，那小云的爸妈能把小云那么好的女儿嫁给我们吗？人家家里是当领导的，条件好，人家愿意跟我们结亲，那说明金瑞有本事，靠得住。青乔，还好这里都是家里人，你的话要是让外人听了，会怎么想啊？啊，是吧，爸？老三，你们家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倒是说两句话呀，你倒是。这都是长辈，怎么说话呢？乔贝雨小的时候说话都轻言轻语的，那怎么突然就变了呢？那一定是有人带坏了呀。他是死了，但是不代表过去的事情没有发生。怎么？好了好了，大家就别怪青雨了。她现在正是敏感的年纪，有些奇怪的想法也正常。青雨，我知道你心疼你姐姐，贝雨的事大家都很难过，但每个人的路总归是他自己选的，怪不了别人。我想，贝雨肯定也希望大家记住她好的一面。至于以前那些事，我们就都忘了吧。行了行了，都是过去的事，不说了，吃饭。爸，我敬你一杯。青雨，我提醒你啊，这2天管住你自个儿嘴巴，别裹着是生非的。你也老大不小的人了，知道个轻重缓急。眼下正忙着金瑞的婚礼呢，你不会出什么幺蛾子。凭什么？你说凭什么？就凭你金瑞哥是第1个大学生，是全村最有出息的孩子。还有，你转学都是人家帮的忙，给你送了成绩单，说不定将来工作还要找人家帮忙。那他对贝雨做的事情，谁？金瑞和贝雨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听谁说的？都是胡说八道、胡言乱语。你呀，就是脾气太好了，样样都听你老婆的。你看看现在青青让她教成什么样子了？一个家里头，还是要男人说了算。
不管你知道什么，你知道你狗烂在肚子里，知道了也当不知道。家里出了一个乔贝雨，够人说三道四的。回头你再把你金瑞哥裹进来，到时候你爷爷都抬不起头。那不正好？咱们乔家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，他们都对不起乔贝雨，你就不想为乔贝雨讨回公道？不想，我不想。公道，公道，哪儿那么多公道？谁都想讨公道，老天爷忙得过来吗？你要真有本事啊，你给我考上一个好大学，你给我好好争口气。大哥是为你好，老婆终归是外人，只有我们才是一家人。啊，不早了，回去了。干完了你慢点，哎，慢着我。一天到晚就知道喝，是不是你自己说的呀？你大哥一天到晚只会喝酒不干别的。乔生，我警告你，你学点好的，别学坏的。你听见没有？行。金瑞，我那伴郎服好了吗？盖好了。来，给。原本打算今天晚上给你家送过去的，既然你来了，正好。恭喜你啊，金瑞！要是贝雨还在，一定会为你高兴的。都怪我没有保护好贝雨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年纪轻轻就……你别想这么多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走了。飞海哥，青雨，找我有事儿？你会来参加婚礼吗？金瑞结婚，我当然要来了。如果贝雨不希望你来呢？乔金瑞做了对不起乔贝雨的事情。如果你真的把贝雨当朋友，为了他你就不要来参加。你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会啊？不是误会，他就是个伪君子，他对贝雨的好都是装出来的。青雨，我知道，贝雨走得很突然，所以你心里一时接受不了，总希望为他的不幸找一个罪魁祸首。但这个人不能是金瑞哥，要是贝雨知道你打着他的名义做出伤害金瑞的事儿，他会很失望的。你知道什么？你们全都不知道。青雨。贝雨的事大家都很难过，但每个人的路总归是他自己选的，怪不了别人。你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会啊？但这个人不能是金瑞哥，要是贝雨知道你打着他的名义做出伤害金瑞的事儿，他会很失望的。谁都想讨公道，哪儿那么多公道？
这么巧啊！原来你车上的挂件跟贝宇的音乐盒是一套。这些你是从哪儿找出来的？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乔贝宇跟我说阁楼里有一个音乐盒，结果我第二天还真找着了。你说他托梦给我，是不是因为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？他到底想对我说什么？别胡说，哪有什么托梦不托梦的？这照片上是你吧？当然不是，怎么可能啊？金瑞哥，说谎话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时间会解开这谜底，等待是无声的约定，却永不会过期。原来我的心事是你的名字，在心底唯一的固执，从第一眼开始描绘未来的样子，梦才开始变真实。原来你的心事也有个位置，珍藏着同样的故事。还好不够懂事，勇气也没来迟，才让时光不负相识。